探寻历史烟云，解读人文传奇。大家好，我是涅槃说史。乾隆53年的第一次扩藏战争看似以和议结束，纠纷看似得到了解决，但巴士达赖却断言日后必生变幻。果不其然，数年后库尔喀人卷土重来。乾隆56年夏天，库尔喀王朝以西藏违约拒付赔款为由，悍然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次，库尔喀人显然是有备而来，蓄谋已久。该年8月至9月间，库尔喀军再度翻越喜马拉雅山口，攻势比上次更猛。他们兵分多路，沿着上次熟悉的路线长驱直入。很快，聂拉木、季隆等边境要地再度陷落。由于西藏方面事先并未得到准确情报，加之赔款的事闹得内部不愉快，防备上疏忽了许多。这回扩军的人数和装备都比上次更强，西藏边防守军寡不敌众，屡战屡败。短短10余天内，库尔喀军连下定日、吉隆、萨迦等西藏西南部的城堡要塞，就连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之一边防众将丹津班珠尔也在混战中被扩军俘虏。西藏官军越打越少，节节败退。后藏日喀则一带大片土地又落入敌手，而西藏人心目中仅次于拉萨三大寺圣地的扎什伦布寺，此刻再一次成了库尔喀军重点关照的对象。原因前面说了，就是冲着寺里的财富来的。当时扎什伦布寺里驻扎着3000多喇嘛，但并没有精锐的武装守卫。年幼的70班禅刚刚2、3岁，还在寺内，而前次独吞班禅财产的仲巴呼图克图也在寺中。库尔喀军来的消息传到日喀则，整个寺院人心惶惶。驻藏大臣保泰大人一看苗头不对，连夜用车辆把小班禅和主要珍宝抢先送出，日喀则护送到了拉萨暂避。这一决定非常及时，小班禅幸免于难。然而仲巴呼图克图这个贪财的大管家却没顾得上别人，只管自己带着大批金银细软仓皇出逃了。寺里许多高层人物也纷纷卷走值钱物品，能跑的跑，能躲的躲，把扎什伦布寺搞得群龙无首，剩下一群手足无措的僧人。更糟的是，在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寺里的一些高层喇嘛竟然迷信神谕，主张投降。根据记载，扩军逼近时，扎什伦布寺有个名叫罗布藏丹巴的祭众喇嘛，也就是管财产的僧官，跑去占卜，拿出佛教密宗的签筒求签，结果抽出一签，他对众人宣布，这是吉祥天母的神事，不可抵抗。另一位高僧罗布、藏策登等人也附和说，神灵算出，咱们应该弃战求和。这些掌权僧人的话一下瓦解了剩余僧众的斗志，于是扎什伦布寺的僧人们没做像样抵抗，就各奔东西。上千喇嘛一哄而散，有的逃山沟躲起来，有的扔下袈裟跑路，最后寺里只剩下寥寥几个人，只得向库尔喀军请降。库尔喀军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空空荡荡的扎什伦布寺。占领后，侵略者露出了贪婪残忍的本性，他们对寺院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和破坏，珍贵的佛像被砸毁，镶满珠宝的灵塔被撬开，坛城法器被砸得粉碎，仓库里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被洗劫一空。据说乾隆皇帝当年赏赐给60班禅的金册也被抢走，下落不明。整个日喀则地区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当地藏族人民对扩军恨之入骨，却又无力抵抗，只能四处躲避。当时扩军的气焰极其嚣张，扬言下一步要分3路攻打前藏拉萨，彻底征服藏地。消息传到拉萨，举城震恐，人人自危。不过局势再危急，也总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以身殉国。在日喀则城中，有一位清军基层军官都司徐南鹏，他率领仅80名清朝官兵据守日喀则宗堡。面对数千敌军的围攻，徐南鹏毫不退缩，和弟兄们誓死固守，足足抵抗了好几天。
在惨烈巷战中还击毙扩军军官1人，士卒10余人。廓尔喀军伤亡增加，攻不下这个弹丸之地，竟被迫放弃围攻徐南鹏坚守的小城，转而四处抢掠财物去了。徐南鹏和他的兵士们虽然最后弹尽粮绝，不得不突围，但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宝贵的时间，更展示了一个军人不畏强敌、宁死不退的气节。再说拉萨这边，廓尔喀军遥遥扬言要进攻城里，已经有恐慌情绪。驻藏大臣保泰、雅满泰2人急得团团转，甚至一度商量说，要不请巴士达赖先避赴内地四川吧，保存藏传佛法的火种要紧。可是年轻的巴士达赖这时展现了过人的担当和胆识，他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对众人说，我怎么能走呢？我如果走了，前藏的僧俗百姓肯定更加恐慌，那时候布达拉宫也好，大昭寺也好，都保不住了。我必须留在布达拉宫，让大家心里有底。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拉萨城内藏军和百姓的士气。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和热河，清政府那边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前线急报送抵热河避暑山庄，乾隆皇帝在山庄度夏，收到消息时据说勃然大怒。他震惊地发现，2年前报功说库尔喀平定的巴中完全是在哄骗自己，贼寇竟然又杀回来了。乾隆先是大发雷霆，把仍在西藏主持事务的驻藏大臣保泰、帮办大臣雅满泰痛斥了一顿，骂他们丧失误国，毫无用处。一怒之下，乾隆下旨革去了保泰和雅满泰的官职。但鉴于战事吃紧，又命2人暂且留在军中戴罪立功，听从新任统帅调遣。至于始作俑者巴中，乾隆本想将他治罪，然而消息传来，巴中在听闻扩军卷土重来瞒报之事败露后，羞惧交加，竟已投河自尽了。可以说，乾隆皇帝气势出了一半，但更重要的是赶紧平定战乱，重振声威。于是他连忙调遣精兵强将入藏救援，并做出了一系列部署。乾隆56年年底，清廷正式任命福康安为经略大臣兼定边将军，节制各路清军征讨库尔喀。同时，名将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协助作战。当时清朝能打的悍将，就这2位最为有名。他们此前刚平定了大小金川之乱和台湾林爽文起义，战功赫赫。为了凑足兵力，乾隆帝从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甚至远在黑龙江的精锐部队都调了一部分入藏。不到2个月，2万清军分批开赴西藏。这支援藏大军里面既有四川陆营，也有蒙古骑兵，甚至还有帝国最锐利的刀锋索伦兵。如此兴师动众，足见乾隆皇帝对这次库尔喀再犯是下了血本，志在必胜。说来也巧，清军和库尔喀军两边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完成了战略集结。库尔喀军在占领日喀则地区后，因孤军深入，补给困难，暂时停止了继续进攻拉萨，而是就地驻扎，意图守住掠得的地盘，等待时机。清军这边则在严冬时节艰苦行军，源源不断赶赴前线，与残余藏军会合，逐渐形成对扩军的反包围。乾隆皇帝虽然愤怒，但并没有急于求成，反而一再谆谆告诫前线将领，务必待援兵粮饷齐集再行进攻，不可轻敌冒进。甚至他特地下令青海蒙古王公迅速筹措了3000匹骏马，送往西藏前线，供大军调用。可见这位80高龄的皇帝深知山地作战和后勤之难，宁愿多等一等，也要有十足把握再决战。1792年初，福康安和海兰察带领清军主力抵达拉萨。根据地形和敌情，福康安制定了3路反击的方案。一路由他亲率主力沿日喀则方向寻扩军来路，正面进攻；第2路由提督承德等率部向西迂回敌军右翼；第3路由参赞大臣海兰察率精骑向南偏东，抄近道威胁扩军退路。3路大军协同作战，是要来个关门打狗，把库尔喀侵略军歼灭在西藏境内。时值隆冬，高原天寒地冻，
但清军将士斗志昂扬，人人奋勇，希望洗刷前耻。乾隆57年4月，随着气候转暖和补给到位，福康安下令发起全面反攻。数万清军从拉萨动身，分进合击，向日喀则方向推进。这时库尔喀军队已经在西藏境内苦熬了一个寒冬，补给殆尽，士气下降，再加上得知清朝主力大军压境，内部开始动摇，结果清军主攻一路锐不可当，仅用10多天功夫就把扩军从日喀则地区逐出了西藏。这其中又属索伦骑兵尤其勇猛，当先攻克了边境要隘基隆关，报了上次被占领之仇。库尔喀入侵军一路败退，丢盔弃甲。清军3路部队在边境会师，接着乘胜越过喜马拉雅山，打到了库尔喀境内。当然，库尔喀军其实并非弱旅，他们之所以败退，一来是因为远道而来，粮弹不济，难以持久；二来清军兵力占优且准备充分，地利人和都站在清朝这边。扩军被逐出西藏后，清军进入尼泊尔境内，面临的是一片陌生的高山峡谷地形，这对清军来说可不是家门口作战了。后勤压力和高原反应更加严峻。福康安率领清军主力越过了中尼边界的高山，一路向尼泊尔腹地进发。沿途小股库尔喀阻击部队纷纷败退，清军浩浩荡荡直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根据史料记载，清军最远推进到了距加德满都城不足100里的地方。一时间，库尔喀举国震恐。国王拉纳巴哈多尔沙阿急忙收拢残部，在加德满都以北的要隘构筑最后的防线。他甚至下令拆毁首都城外民房，临时架设木栅和工事，准备做困兽之斗。双方在尼泊尔境内陆续发生了几场激战。库尔喀军因为熟悉山区地形，又倾全国之兵固守某些险要隘口，一度给清军造成了一些麻烦。清军在进逼加德满都的最后一座大山，可能是加尔古拉山一带时，遇到了扩军主力的顽强抵抗。扩军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拼死防守，清军连续进攻数次都未能突破，反而遭受了不小的伤亡。此战中，参赞大臣海兰察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不幸中弹负伤。他后来因伤重于1793年去世。朝廷破例给予阵亡将士的最高哀荣会相进紫光阁。面对山地苦战和几方伤亡，福康安决定不再强攻硬拼，而是转入战略相持。恰在此时，库尔喀的国王和大臣们也认识到大势已去，即便侥幸在1-2个山头挡住了清军，加德满都城依然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内，而自己精锐兵力所剩无几，再打下去恐怕亡国就在眼前。于是库尔喀方面赶紧举白旗求和，他们派使者捧着写有悔罪求降意思的罪己书，跑到清军大营表示愿意投降，同时还主动送回从西藏掠来的部分金银财物，算是表示诚意。其实当时的福康安见状，心中也在权衡，清军深入异国，人生地不熟，后勤线漫长且夏季雨季将临，继续打下去风险不小。如果敌人肯投降称臣，那也达到战略目的了，没必要赶尽杀绝。再者，清廷原本出兵也是为保西藏无虞立威，周边真把尼泊尔灭国占领也不现实。综合考虑后，福康安决定见好就收，接受议和。1792年10月初，中尼双方在尼泊尔境内的贝拉维提正式订立合约。根据合约条款，库尔喀方面将从西藏掠夺的财物如数清点归还，俘获的人员全部放回。库尔喀今后作为清朝藩属，定期遣使赴北京朝贡，时间定为每5年一贡。朝贡时，清廷赏赐回赐品，库尔喀必须效忠清朝，不得再侵犯西藏或滋扰周边邻国。如有外敌，其实就是暗指英国东印度公司，企图经尼泊尔侵扰西藏，库尔喀有责任报告并协助防御。清军则从尼泊尔撤回，恢复双方原有边界。这份协议基本上确立了尼泊尔作为清帝国藩属的地位。库尔喀入侵西藏历时4年，终于以清朝的全面胜利告终。
库尔喀一战平定后，清廷马不停蹄地开始部署西藏的善后事宜。乾隆皇帝深刻意识到，这次多亏清军及时强力反击，否则西藏险些不保，边疆疏漏酿成大祸。为了防止今后再出这样的乱子，乾隆在战争胜利的第2年，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这29条是清政府总结此次战争教训后对西藏治理做出的系统改革，其中重要内容包括强化驻藏大臣权力，规定驻藏大臣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行。西藏地方的重大政务，包括达赖和班禅等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都必须报请驻藏大臣和清朝中央同意，不能再由西藏自己说了算。过去在活佛转世上常有贵族干预纷争，现在引入清廷权威，是要杜绝像夏马尔巴那样的人再兴风作浪。同时，章程明确要求达赖班禅今后不得私自与外国往来，包括不许和尼泊尔私下议和或接受外来馈赠等，一切涉外事务都需由驻藏大臣转奏清廷决定。同时，金瓶撤迁制度也在此时正式确立。为防止活佛转世被权贵操纵，章程规定由中央赐予金瓶一个，存放在拉萨大昭寺。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灵童认定需将候选名单名字置于金瓶，由驻藏大臣达赖或班禅噶萨官员共同在佛前摇签抽签，以示公开公正。这个做法一直影响至今。其次便是整顿西藏防务。章程中要求清廷增加驻藏军队数量，在后藏日喀则等地新建军营，驻扎藏军，由驻藏大臣统一节制清军和藏军，共同负责西藏防务。比如之后就在日喀则设立了协屯营，驻防藏兵，平时屯田训练，战时保卫后藏要地。同时，该章程还规范了藩属朝贡政策。通过此次合约，尼泊尔已经成了清朝藩属，需要按5年一贡来朝。清廷在29条中也明确规定，不丹、西金等邻近属国的贡使往来也需经驻藏大臣转报。西藏地方政府不得擅自干涉或与之发生冲突。这样，清中央直接掌握了对周边藩属的管理权，不再假手于西藏地方当中间人。这也是吸取了之前西藏和尼泊尔自行议和吃亏的教训。通过上述改革措施，清政府大大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管制。从此以后，驻藏大臣不再是可有可无的清廷代表，而是真正掌握军政大权的特派员。西藏的对外关系、军队部署、宗教大事等尽数纳入中央规管。这标志着西藏作为中国版图一部分的地位在法律和制度上更加巩固。达赖喇嘛也好，班禅也好，作为藏传佛教领袖，他们的宗教影响依旧，但在世俗政治上都必须遵守中央王朝的制度和章程。换句话说，乾隆通过平定库尔喀入侵，不仅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还顺势完善了治理西藏的体系，把西藏更紧密地纳入了中国版图的怀抱。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下，这场战争的胜利还产生了其他深远影响。首先，它解除了一直以来尼泊尔对西藏的军事威胁，保障了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这场战争极大震慑了喜马拉雅地区的各股势力，像不丹、西金这些藩属国也更加老实地听从清朝号令，不敢闹事。其次，这次战争也打消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进一步北侵的企图。当清军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到印度，英国人顿时收敛了不少。最后，从清朝自身来看，这场战争是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收官之战，也是清帝国最后一次对外完胜的大型战争。乾隆皇帝在80寿辰时洋洋得意，把这次平定库尔喀写入《十全记》，并赋诗无数夸耀功绩。不过历史很有讽刺意味，如果没有第二次战争，福康安等人的浴血奋战，乾隆的第一次胜利其实是一场险些酿成大祸的虚假胜利。所幸最终清军将侵略者彻底击败，为乾隆挽回了颜面，也为十全武功填上了勉强的一拳。总结来说，乾隆年间库尔喀2次入侵西藏的事件，既是一场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也成为清朝巩固西南边疆的一个转折点。通过平定库尔喀之乱，
清朝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向世人昭示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那段战火岁月中，无论是巴士达赖坚守圣地，福康安驰骋雪域，还是无名官兵血洒高原，都谱写出了一曲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史诗。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我们透过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以看到清朝在西藏经营的不易和用心，也能体会到当时局势的扑朔迷离。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这期内容能让您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咱们下期再见。